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 啊。今日呢條片咧，亦係代表住呢個頻道咧正式一個新嘅起點啦。咁裡面嘅內容啦，就除咗話我哋有澳洲生活嘅知識之外咧，亦會有一啲我個人喺 AI 上面嘅一啲應用嘅分享啦。咁當然我最希望做到嘅就係我哋可以拎一啲 AI 嘅個案，咁大家一齊喺度有個互動嘅交流㗎。咁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喺過去一段時間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傾偈嘅時候，佢哋可能都有話自己有用到 AI 嘅，但係我發覺大部分可能都係話，我拎個 ChatGPT，拎個 Gemini，或者因為公司要用 Copilot，咁做一啲可能 email 啊，問下問題，做一啲好簡單嘅 research 應對嘅情景嘅啫。咁但係咧，亦有一部分人，例如我自己啦，都會拎 AI 嚟作為一啲生產力嘅工具嘅。咁所以啦，我希望就由今日開始啦，就喺呢度俾大家睇一睇，究竟例如我自己都有個人嘅 landing page 或者叫 website，就係 andywong.pro 啦。咁就係大家見到左下角見嘅 andywong.pro 嚟為大家開始呢一個新嘅章程啦。咁記住啦，我喺呢一個嘅頻道裏面咧，我唔係喺度要教大家點樣去細分邊一個 model 係最強啊，點樣去寫一啲代碼，而係我會覺得仲係一個比較實戰應用嘅角度去同大家去做一啲 AI 現實中嘅應用嘅經驗分享㗎。咁希望啦，大家可以繼續多多支持啦。咁同過往一樣啦，今日嘅教學內容裏面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條片，同埋介紹俾朋友仔啦。嗱，咁樣咧，我相信咧，大家喺好多時候用一啲 AI 唔同嘅應用場景咧，都會有可能有時淨係用 chatbot 去傾下偈，有時就可能喺裏面再甚至做少少功課嘅提問去幫下小朋友啦。咁但係亦可能有一啲朋友仔就會覺得，我要自己去做一個虛擬嘅員工，一啲虛擬嘅即係成個團隊，成為咗自己一個小型嘅工廠或者一個小型嘅公司，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呢啲叫一人嘅公司。咁究竟你哋又有冇諗過，究竟平時應該用 chatbot 好啊，定係真係要花時間去砌一啲我哋所講嘅自動化或者一啲虛擬嘅員工呢？嗱，如果你有呢個問題，我恭喜你啦，因為你起碼會知道，原來 AI 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但係如果你未知呢，都唔緊要㗎，咁你都可以繼續去了解更多一啲唔同嘅 AI 嘅應用嘅場景啦。嗱，如果你有相關嘅經驗呢，都歡迎留言或者同我哋平時一齊自己同我交流下都好啊。咁就好似頭先呢一段片啦，咁其實我都係用咗一啲AI 嘅幫助，好簡單咁去做咗一個5秒嘅一個小小嘅 video 嚟嘅。咁我呢度係冇做過任何嘅修改，係啦，除咗一下一出，咁就拎俾大家睇。其實已經真係比起1年2年前進步咗好多㗎。咁我先俾大家睇其中我一個真實嘅成果，就係我嘅個人網站 andywong.pro 啦。咁裡面當然有我嘅個人簡介啦。咁金融背景當然係我嘅其中一個最重要，我平時攞嚟做 AI 應用嘅，係啦。我會喺度今日都會講少少其中一個應用嘅例子俾大家睇嘅，係啦。咁但係大家如果可能頭先好眼快都會見到，其實我都會做咗一啲嘢係幫我小朋友，可能喺學習上面會唔會更加有多啲嘅興趣㗎？咁而且啦，大家可能見到呢一個 website 最底下咧，咁已經係有一個取替咗我哋之前成日講，如果有咩想聯絡我咧，就撳下邊嘅 Google Form。但係咧，而家其實可以喺呢一度就直接同我填即係話俾我聽，你想聯絡我，想同我傾啲咩啊？咁或者無論究竟係金融嘅知識定係 AI，大家應用大家去做交流嘅都得㗎。咁但係最重要，我希望大家喺啱啱呢1分鐘裏面已經感受到，原來一個冇 IT background 嘅人，如果係今時今日你願意係有 AI 嘅幫助啦，係絕對可以
幫到手好多。咁當然啦，唔係所有嘢話我叫 AI 同我去諗晒，因為到最後個話事人都係自己，都係要喺我哋嘅腦海裡面諗好咗嘅一啲嘢，只不過 AI 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去話俾我哋聽嘅啫。咁而喺頭先個網站裏面啦，咁裏面就我擺咗大概4個嘅例子俾大家睇，究竟喺我自己平時屋企啊，或者喺我工作上面有啲咩應用嘅場景啦。嗱，咁我就延續住我喺我香港嘅 YouTube 個平台裏面啦，即係投資教育嘅平台裏面咧，咁我都講過，其實我其中一個我內部 AI 應用嘅例子啦，就係將美國上市啦、澳洲上市啦，同香港上市嘅一啲ETF 啦，就做咗一個內部嘅一個平台，係啦，係呢一個數據分析嘅平台咧，我暫時啦喺市面上我見唔到有個咁啱我自己用嘅嘢，因為始終我 tailor-made for 我自己啦。咁但係就算以公開嘅數據裏面咧，好多時候都係話有單一個嗰個地區上市嘅資料，但係你要合併幾個地方咧就冇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我就會自己做咗一個咁樣嘅平台啦，係啦。咁喺裡面啦，即係其實追蹤緊都過千隻嘅 ETF 嘅唔止淨係表現啊嚇，咁裡面仲有一啲唔同嘅好多要平時要用好多分析員去做嘅一啲數據啦，甚至可能喺個專業嘅層面啦，可能大家會去即係喺金融行業裏面我哋所講嘅due diligence 啦，或者喺澳洲講嘅manager selection 啦，咁呢一啲都係喺裏面我即係我自己啦，為咗我即係方便我嘅時間嘅時候，其實我喺裏面都會花咗呢一啲嘅功夫喺裏面嘅。咁而且啦，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我頭先講，我中意將我點樣嘅分類啊，我點樣我覺得喺出邊無論究竟我用 Bloomberg Terminal，其實可能都未必咁容易揾到我想要嘅資料，係啦，我又未必想去一個ETF provider，即係講緊發行商裡面個網站又要周圍撳嚟撳去，咁我所以咧就設計咗一個咁樣嘅平台，去幫我去做無論係我直接嘅投資，或者去幫我一啲其他嘅客戶去做一啲更加清晰明智嘅一個決定，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喺呢一版，我希望大家可以 take 到嘅 message 就係如果你有啲嘢係真係好想 tailor-made，有啲嘢係好想即係市場上面冇嘅，咁其實可能真係值得自己花少少時間去睇下點樣去做一啲 AI 嘅應用啦。咁我喺我呢個 ETF 嘅平台裏面咧，我再撳入去其中一個功能，就係我將一啲唔同嘅 ETF 做一啲比較。嗱，我先喺度講一講，你哋個 screen 咧係冇蒙到嘅，咁但係因為一個即係 compliance issue 啦，咁我就唔方便完全咁 show 俾大家睇，但係我希望我用我嘅口述可以俾大家知道一個理念，點解我要咁樣去砌一個嘅 ETF 平台咧？係啦，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可能我自己想要一啲 healthcare 或者一啲即係健康護理啊、生物科技主題嘅一啲ETF 啦。咁好多時候美國又有啦，香港又有啦，澳洲又有嘅。咁當然唔同嘅投資者，因為佢哋有唔同嘅誘因，可能佢會選擇唔同地方嘅 ETF。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咁除咗話就住自己生活嘅地方去揾上市之外啦，究竟可能你原本諗緊嘅嘢，無論美國嗰隻、香港嗰隻同澳洲嗰隻，裡面嘅內容一唔一樣嘅咧？究竟淨係睇住 ETF 個名係咪就係代表知道裡面係啲乜嘢咧？嗱，呢一度我就好快咁做咗一個例子，就係話，我3隻 ETF 一比較，3地嘅 ETF 一比較，我先唔好睇究竟佢哋真係我話要睇晒啲文件啊，嗰啲嘢先。我呢度起碼一 show 到出嚟究竟原來呢啲 ETF 嗰個持倉，即係唔同嘅股份有乜嘢嘅分別？起碼第一個感覺我睇到頭10大，哇，原來啲名已經好唔同㗎咯喎，有機會可能
初時以為隻 ETF 係差唔多，但係原來撳入去，哇個持倉已經好唔同。咁甚至可能已經即刻見到，哇頭10大嘅持倉其實又好即係嗰個比重又好唔同喎。呢一個可能已經令到自己提咗一個 alert 出嚟，就係話要小心喎，唔好淨係就咁睇住個名，唔好就咁淨係聽住人哋講，甚至係咪個 financial advisor 同你講嗰樣嘢就代表係你心目中諗緊嘅嘢咧？可能都唔係嘅喎。咁所以點解有一啲咁快捷嘅一個方式個平台就會有一個幫助啦。嗱喺呢一度我停一停先，可能有啲人會話，Andy，我就咁我直接喺 ChatGPT 啊或者我自己嘅 Chatbot 裏面，我撳晒呢3隻曲啊或者我相關嘅問題問出去，我就已經可以得到我想要大概嘅答案啦。我唔使好似你咁樣，我會話係嘅。亦可以話唔係嘅，咁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咁就係好多時候個 chatbot 咋，甚至你可能用到一啲唔同嘅工具啦，佢哋有時會出現到一個幻想啦，或者佢哋個資訊咧係冇咁準確嘅。而喺我砌造呢一個嘅平台嘅時候，我就已經加入咗一啲條件，我係即係要 make sure 啲數據係啱用嘅，係啦。咁除咗話令到我慳時間之外，起碼我盡量減省咗大家都成日聽到嘅一句嘢。AI 係會錯㗎，AI 係會有幻想㗎。咁呢一個我盡量 minimize 佢。咁呢一個其實對於無論話投資定係舉一反三，放喺你其他嘅 project 裏面，其實都係可能嚟得好重要嘅一步啦。好啦，咁我而家咧又撳入去一隻 ETF 裏面啦，呢隻就係澳洲嘅其中一隻健康護理生物科技嘅 ETF 啦。嗱，都係 compliance 嘅原因，我要蒙咗啲內容啊，係啦。咁但係啦，即係我想喺度即係將個 idea 去 share 俾大家聽，就係話嗱，可能喺我自己會自身好清晰，究竟喺香港嘅即係持牌嘅人士喺澳洲嘅 financial advisor，佢哋個 mentality 其實可以好唔同，係啦。咁所以例如可能澳洲嘅可能會好嘅 financial advisor 可能會好着重最緊要平，係啦，平係一個好重要嘅嘢，係啦。咁但係可能喺香港嗰邊或者可能有啲投資者可能個角度就話，唔好同我淨係講平，我要嘅係機會，我要潛在嘅機會。好似我自己就會，我覺得睇個性價比係重要嘅，因為我唔想因為淨係貪平而失去咗一啲機會，係啦。咁所以當然成本啊呢啲資料當然喺度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反而我自己都有即係我自己有 build up 我自己嘅一個內容啦，就係個 methodology 啦，就係究竟呢隻 ETF除咗話個持倉同隔離嗰啲有咩唔同，究竟我有冇得一目了然好快睇到其實呢隻 ETF 佢係投緊啲乜嘢咧？個 logic 係乜嘢咧？究竟佢會唔會有啲任何嘅screening 咧？係啦，即係選股嘅模式咧？係啦，呢一啲係我自己我覺得喺揀工具無論係為我自己又好，或者為我嘅客人又好，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步，係啦，淨係睇平唔平，淨係睇過去個表現，我覺得會缺失咗一啲角度嘅分析咯，係啦。咁所以嗱，短短喺呢幾分鐘裡面，我做咗呢個 ETF 平台嘅一個例子，我希望嘅係大家可以舉一反三，睇到原來我當中嘅一啲思考嘅一啲過程係點樣咧？究竟點解我值唔值得做咧？究竟點解 Andy Wong 點解要自己 tailor-make 一個 ETF 嘅平台咧？裡面解決咗我嘅乜嘢原因咧？嗱，呢一啲可能擺喺你度，每個人會有唔同嘅需求、唔同嘅答案，但係我相信背後嘅一個 logic 去點樣去諗呢件事咧？嗱，大家亦係值得去利用佢哋嚟做一個舉一反三嘅一啲例子嘅。我希望淨係輕輕咁帶咗2、3個嘅成果嘅例子俾大家睇嘅時候咧，都已經可以留下一啲比較核心嘅問題俾大家啦，就係
究竟我應該用乜嘢 AI？究竟點解咁多人會用 AI？有啲人仍然覺得 AI 唔好用。究竟係咪應該淨係用 chatbot，定係應該要用 agentic AI 去做一啲嘢出嚟，去設計一啲工具出嚟？甚至會唔會你已經開始諗緊，有冇啲嘢其實可以放喺自己公司去應用呢？嗱，呢一啲角度或者呢一個嘅思考係我今集希望帶到出嚟俾大家嘅。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唔好再嘥時間，想把握個時機，想識多啲嘅朋友，或者可能其實你已經好熟，咁但係都想一齊去 brainstorm 下，歡迎去到我哋呢一度留言啦，繼續去介紹俾朋友仔去睇我哋呢一集啦，甚至可以去 andyone.pro 裏面去同我去預約一個時間，大家去傾下偈㗎。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先啦。多謝晒大家。